自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公然屠杀共产党员后，毛主席便与蒋介石水火不容，也因此，蒋介石与毛主席很少会有共同的敌人。但是就有这样一个人，他成为了毛主席和蒋介石共同的敌人。此人出身国民党，且还是蒋介石的亲信，按理说应该深得用人唯心的蒋介石的信任。可是他成为了蒋介石的敌人，这是为什么呢？另一方面，毛主席对那些愿意加入共产党、为人民做事、将功赎罪国民党将领都有极为友好的安排。比如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傅作义，在他加入共产党以后，毛主席给他安排了水利部部长的职位。这个人当时也想要加入共产党，可毛主席却不接受此人的投降，这又是为什么呢？而此人究竟是谁呢？接下来，本期视频就和大家一起揭开此人的神秘面纱。视频，此人名叫何应钦，他与国民党的顾祝同、钱大钧、蒋鼎文、陈诚、刘峙、张治中、陈继承等7人共同组成了蒋介石的8位得力干将。这8个人被人们称8大金刚，何应钦则是8大金刚之首。何应钦能够成为8大金刚之首，除了他与蒋介石的交情，还因为他同蒋介石一样是狂热的反共分子。1908年，何应钦前往武昌陆军第3中学学习。1909年，清政府陆军部招考留学日本的学生，何应钦以第1名的好成绩抓住了这个机会，进入了日本的振武学校学习。留日学习期间，何应钦认识了一位比他高1年级、名叫蒋志清的青年，而这个蒋志清就是蒋介石。这是2人的第一次见面。蒋介石对这个戴着眼镜、斯斯文文的青年很有好感，同样，何应钦也对这个比他高1年级的学长有着别样的好感。2人在交谈的过程中，时常能被对方的观点所吸引，特别是对解决当时中国的困境有着相同的看法，那就是反清。恰逢此时，孙中山先生在日本建立了中国同盟会这一革命组织，何应钦和蒋介石便都加入了同盟会。1915年，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黄袍加身，企图复辟帝制。消息传到日本，何应钦毅然回国参与护国战争，无奈还是失败。中国沦为了各地军阀混战的场所。这种情况下，何应钦再次东渡日本继续学习。在振武学校结业以后，又转入到日本的士官学校27期部科学系。1916年，何应钦从士官学校毕业回到中国。当时，贵州督军刘显世创办讲武学堂，为招聘优秀的军官，便看中了刚刚学成归来的何应钦，让他为到讲武学堂训练新军。后来又经过刘世显和前军总司令王文华的考察和保荐，担任前军第1师第4团团长兼学生营营长。何应钦是一个善于抓机遇、将利益最大化的人。当时前系军阀内部以王文华为首的新派和以刘显世为首的旧派纷争不断。由于王文华实际掌握了军队，实力雄厚，何应钦便站在新派一边，成为了新派中的骨干。短短2年时间里，何应钦便担任了贵州讲武学校校长、省会警察厅厅长、全省警务处处长以及第5混成旅旅长等多个要职。5四运动爆发后，何应钦又支持学生们的爱国运动，抵制日货，反对巴黎和会和北洋卖国政府，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喝彩。1921年，新派的首领王文华遇刺身亡，至此前军溃散，5个旅的旅长各自为政。何应钦的兵力是5个旅中最弱的，因此不久后就被其他4个旅联手逐出贵州境内。被驱逐的何应钦不久之后就来到云南讲武堂担任教务长，又在后来奔赴广州，在孙中山先生的元帅府担任参议职位。1924年1月，第1次国共合作开始，孙中山先生高瞻远瞩，决定创办自己的军校，培养一大批军事人才，创建革命军来挽救中国。于是，孙中山先生命令廖仲恺、蒋介石等人筹办黄埔军校，四处招揽人才。此时，何应钦正在广州，又同蒋介石有着同学的情谊。在考虑到何应钦以前在贵州的讲武学堂颇有名气，于是被蒋介石看中，成为黄埔军校筹建工作的不二人选。何应钦一受到邀请，便欣然同意，因为此前在军阀任职的那些年，足够何应钦清楚，这是一次翻身的好机会。黄埔军校成立之后，
何应钦被孙中山先生授予少将军衔，担任黄埔军校的总教官。陈炯明叛变以后，国民党决定东征讨伐陈炯明，何应钦积极响应，在东征期间多有建树，深得国民党的赞赏。当时蒋介石已经有了反共的思想，因此他着手策划了中山舰事件。此次事件中，何应钦明里暗里帮蒋介石出了不少力。1927年4月2日，蒋介石在东路军指挥部召开剿共会议，共同研究剿共方案。何应钦又在会上极力支持剿灭中共。4月9日，何应钦出兵包围了江苏省党部和省总工会，逮捕了大量的革命者。此后，又在上海对工人纠察队进行突袭，大规模绞杀共产党员。何应钦的种种做法深得蒋介石的心，因此何应钦更加被蒋介石的信任，认为何应钦特别靠谱。就这样，何应钦逐渐成为蒋介石的左膀右臂。不过，虽然蒋介石认为何应钦靠得住，但何应钦却并不想一直为蒋介石卖命，他更想自己成为国民党里的老大。1925年，孙中山先生去世以后，国民党内部气氛微妙，暗流涌动。虽然蒋介石手握军权，但是太过强大，也成为了国民党其他派系的眼中钉、肉中刺。于是，这些党派决定联合力量拉蒋介石下马。机会很快便来了。蒋介石进入南京城以后，便对北伐完全失去了兴趣。在蒋介石眼里，扩大自己的实力才是最重要的。北伐打到北洋军阀之类的事，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然而此时，除了蒋介石的南京政府，还有一个汪精卫统治的武汉国民政府。所谓一山不容二虎，蒋介石此番做法当然引起了武汉方面的不满。他们立刻决定召开国民党2届3中全会，决定把蒋介石开除出国民党。一方面，汪精卫在武汉召开了讨蒋大会，同时开除了黄埔军校政治部里28名拥护蒋介石的学生学籍。另一方面，又通电社会各界讨蒋称，如不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当之败类，民众之毛贼，则东南革命基础由之崩坏，革命民众将无教类。此时，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冯玉祥为首的西北军和阎锡山为首的晋系抓住机会，公开逼迫蒋介石下野。白崇禧在会上表示，为了顾全大局，团结本党，总司令应离开此职。蒋介石无奈，只好用眼神求助何应钦，但何应钦判断失误，认为蒋介石已经是四面楚歌，必败无疑，于是只当看不见蒋介石的求助，撇开头去，默不作声。被自己信任的人背叛，蒋介石心中又气又伤心，只好拂袖而走。蒋介石事后说，当时如果的何应钦说了一句话，我是可以不走的。这是何应钦对蒋介石的第一次背叛，而他对蒋介石的第二次背叛，差点害死蒋介石。第二次背叛发生在西安事变时期，此时蒋介石已经靠着宋美龄娘家的帮助，卷土重来回到了国民党，并且还掌握了国民党党内大权。这可让何应钦傻眼了，毕竟谁能想到一个已经明确下野的总司令还能东山再起呢？1928年，蒋介石重返国民党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何应钦外派出差，撤销了何应钦第一路军总指挥职位。经过别人的圆场，蒋介石才又委任何应钦为北伐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此事过后，何应钦心里很长一段时间不敢再动其他的心思，他忠心地为蒋介石兼并一己，扩充嫡系，南征北伐，马不停蹄。为再次取得蒋介石的信任，何应钦连他父亲的葬礼都没有参加，一直在前线督军。蒋介石为此深受感动，渐渐的也就再次信任何应钦。而让蒋介石彻底信任何应钦的契机，发生在1935年6月。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现侵吞华北，进而独霸中国的既定国策，着手全面实施分离华北，进而发动了孙永琴事件，更以此事件步步紧逼当时的国民政府。此时，蒋介石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便让何应钦同日本驻华北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秘密签订和美协定。尽管何应钦痛恨日本关东军对他策划的暗杀阴谋，但迫于日军的严威，同时也是想再次取得蒋介石的信任，便接下了这个任务。
此事以后，何应钦再次成为了蒋介石的心腹。但是何应钦没安生几年，便又蠢蠢欲动。1937年，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了西汉事变，将蒋介石扣留在西汉。消息传回南京，孔宋两个家族慌成一团，但何应钦却是欣喜若狂。他认为这又是一个将蒋介石除掉的好机会。当时国民党内部为营救蒋介石分为了两派，一派是求和派，另外一派则是以何应钦为首的武力派。武力派主张用武力讨伐杨虎城等人，以平息事变。何应钦亲自率领数十万大军逼近陕西潼关，扬言要血洗长安，营救蒋介石。但何应钦真的有这么好心吗？其实何应钦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为了逼杨虎城、张学良杀掉蒋介石，好让自己上位。不过何应钦的计划终究还是失败了。蒋介石一眼就看穿何应钦没安好心，于是主动同共产党握手言和，共同抗日。两次背叛蒋介石的何应钦惶惶不可终日，生怕蒋介石将自己杀掉。但蒋介石不仅没有杀他，还继续任用他。按理说，将何应钦杀掉才符合蒋介石的性格。然而，何应钦的个人能力实在太强，能够替蒋介石做不少事情。最重要的是，蒋介石把何应钦当做了一个挡箭牌，任何会招致骂名的事都由何应钦去做，那么那些骂名蒋介石也就不必承担了。综合这些原因，蒋介石就没有杀掉何应钦，而是一点点削弱何应钦的实力。解放战争之后，国民党大败，何应钦便想找一个退路，而这个退路就是共产党。然而，由于何应钦实在是杀了太多共产党员，而且反共的心思明显，于是毛主席便拒绝了何应钦的投降。在这种情况下，何应钦只能随蒋介石逃离大陆，前往台湾。在台湾，蒋介石慢慢架空了何应钦的权力，备受冷落的何应钦转而做起了中日文化经济交流大使。1986年4月，何应钦因中风被送往医院，此后便在医院度过了他的余生。1987年10月21日，何应钦在台因病去世。